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60、70岁的老人有4件事不要去想，比天天锻炼身体还容易长寿健康。60、70岁左右的老人往往在生活中已经卸下了责任和包袱，更多的开始颐养天年，尽情的享受余生。但是虽然老人们身体是歇下来了，大脑却没有。很多老人在退休以后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这些想法长期萦绕在脑海里，时间久了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何以见得？古代著名儒家孔子就曾经说过：60而耳顺，70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意思就是60、70岁左右的老人要学会接受自己，接受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在这同时，精神也不要被一些杂乱的思想和规矩所束缚。不仅如此，现代医学也有类似的观点。老人因为年龄的增长，细胞活性降低，老化速度较快，如果长期因为胡思乱想、左右顾忌而导致精神劳损，长期浸淫在负面的情绪中，细胞活性也会进一步下降，影响到身体健康。而在这些复杂的思想观念中，有4件事情，如果不去乱想，比天天锻炼身体还健康。60、70岁左右的老人，4件事情不多想，更健康。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过了60岁，特别是70岁以后，对于子女的事情就应该少操心一些了，不再去想子女。慈禧太后在其母亲70大寿时写下了一句：丹竭心力终未至，可怜天下父母心。最后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广为传唱。父母为孩子从孩子的学习、工作、婚姻、成家操心了大半辈子，到了60岁时，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了，是时候该放手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不仅仅是钱财，父母不可能保孩子一世周全，到头来该放手的时候还是得放手。总之，儿孙自有儿孙福，60岁了，则不要去过多的为儿孙操心，适可而止。想想儿女的琐事，原本无可厚非，怕就怕把儿女的琐事当成心事，长期以往就会从忧虑发展成为心病。心态岂止是不再年轻，心态简直是生病了。其实你对待儿女的琐事要轻描淡写，争取做到浮光掠影。儿孙向来有儿孙特有的福气，即使儿孙没有遇见相对应的福分，也极有可能是时辰未到。与其苦思冥想，反倒不如适时的做，甩手掌柜，跟儿女实现相安无事。第二件事情是不去想年龄。人的内心有时候很矫情，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根本不把年龄放在心上，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又越来越重视年纪。当然，对于60岁这个年纪，有人觉得是花甲之年，甚至有的人觉得是垂垂老矣。然而萧百纳却不这么认为。萧百纳曾说，60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不要去想长寿。这里的意思，希望大家要正确的理解，是希望老人不要为了长寿，不管听说什么方法都要试一试，不要为了达到养生或者是长寿的目标而刻意的养生，不要随意的相信一些被商家宣传神乎其乎的保健品或其他养生保健产品。一个人的寿命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不是这一个产品就能够左右的。养生有必要，但要注意不要走弯路，最后没有给身体健康带来好处，还花了冤枉钱，可能反而还会带来健康隐患。养生无术是有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不刻意不盲目，养生长寿会更青睐于你。年龄是最无法改变的一件事，很多人觉得自己都已经60了，再过几年说不定就要走了，心里也会产生难以言喻的感觉。可也有一些人不服老，
虽然年纪已经60岁了，但是仍然能够活得自在，看上去也不像是60岁的人。这就是告诉人们，年龄增长逐渐衰老是人们必经的过程，但是如果长期的处于消极的心态下，只会老得更快。在那些不服老的人身上，就会和年轻时候一样，坚持每天锻炼，虽然已经60岁，但看上去就只有40-50岁。第三件事情，不去想烦恼。60岁在古代不仅仅被称为花甲之年，也被称为是耳顺之年。这句话出自《论语》中孔子对于自己不同年龄评断人生态度的自我评价：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耳顺是什么意思呢？浅层意思是什么话语都能够听得进去，扬善隐恶，小肠通贯。而深层的意思指的是阅历丰富，个人修为成熟，事事通透。因此到了60岁就不要去想烦恼，否则就是没有达到了该有的耳顺，很多事情只是自寻烦恼。第四件事情，不去想生气的事。精明的人往往活得最累，因为计较的太多，凡事都要跟他人争。糊涂的人往往活得最幸福，因为他们不管听到什么流言蜚语都一笑置之，不管遇到什么无耻的小人都能够不当回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千万别做情绪的奴隶。你不生气，一切都是寻常事。一旦你生气了，你的心境就不再是自己能够掌控，而是沉浸在痛苦和恼怒里。莎士比亚曾说，不要因为敌人燃起一把火，你就把自己烧死。保持好足够的理智，遇事淡定，别着急上火，身体机制才能正常运转，人才能够有足够的理智。俗话说，气大伤身，心静一点，平和一点，别总是让自己的心处于一团乱麻里。遇事要大度一点，糊涂一点，离烂人烂事远一点，别因为一点小事就吹胡子瞪眼，这脸红脖子粗的彼此争执，这样不仅伤了和气，也会搞到两败俱伤。人老了，身体是最重要的，生气后肝气郁结，气郁化火，睡眠也跟着不安稳，人的精气神也会受到影响。身体是自己的，气坏了，他人不会对你负任何责任，所以时刻提醒点自己，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学会放下释怀，是防病第一良方。人生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生命在不断的减少，精力也在不断的减少。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再大的事情都会在时间流逝中过去。思虑太多，折磨的是自己罢了。人生从来不像臆想中的那么好，也不像臆想中的那么坏。人的一生不会没有波澜，有遗憾才是真实的人生。静以修身，不去想那些烦心的人和事，把时间都花费在提高自身的修养上。心越简单，日子才会越轻松。不开心的时候总会过去，不如意的人也不会再回来。漫漫的人生路都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继续走下去。人的晚年，前尘往事学会放下吧，余生要好好爱自己。什么样的心态决定是什么样的人生。人老了，若能做到这几件事，相信晚年会更幸福，也更有利于身体健康长寿。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